我娘连生5个女儿后，终于生出了个弟弟，全家高兴坏了，穷得叮当响也要大办宴席。第二天，奶奶就把娘赶了出去，叫她去劈柴担水，喂猪做活。转头，她笑呵呵给躺在床上裹着头巾、盖着后背的爹送上一碗甜汤。哎呀，我的儿，你是产宫啦，多喝点，刚生完孩子多辛苦啊！悬疑小说千万，3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，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们这里，女人生孩子，男人坐月子。这不，我娘刚生完，我爹就在另一个屋里像模像样的躺下了。他扎着头巾，裹着被子，眼睛半闭着，额头上满是汗，还不停地发出哎呦哎呦的喘气声，好像刚刚声嘶力竭，经历万般痛苦的不是我娘，而是他。奶奶抱着湿漉漉的娃，拎着2条腿凑近了一瞅，立马笑得合不拢嘴。生了5个女儿了，这回终于来了个小子。爷爷立马去通知亲朋好友，没人管我躺在床上满身是血的娘。我想给他擦擦身子，倒杯热水，却被奶奶一脚踢了出去。不想让你娘去担水，就麻利点替她干了。死在这里伺候谁呢？作为生了儿子的奖励，奶奶这回没有要娘，当天就下床干活。我赶紧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亲朋乡亲们全来了，男女老少围在我爹床边，不停地说着恭喜恭喜辛苦了之类的吉祥话。而我爹抱着弟弟，低着头半躺在床上，假装疲惫地应承着，装得自己都信了。有个年轻媳妇提了下娃，他娘立马被他旁边的老婆婆瞪了回去。产宫面前说什么娘？男人坐月子才是正道，这是千百年的风俗，没人敢违抗。若是哪家的男人没坐足月子，而是让产妇躺着被服侍，那不仅要被戳脊梁骨，说败坏祖宗规矩，还会被说闲话，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。他们会说这娃真可怜，都不知道自己爹是谁，好像只有爹坐了月子才能宣告这娃确实是他的种。可不一会儿，有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：哎，这娃儿的腿咋地不对劲啊？娘生了个畸形儿，这会儿才被发现，不仅少了只手，2条腿也不一样长，那乡亲还在喋喋不休，说长大了肯定是个脖子。奶奶气得把娘直接揪了起来，好一顿骂。骂她没用，要么不下蛋，要么就是孬蛋，还不如去死。第二天天没亮，娘就被赶了出来，去担水喂猪、劈柴捡菌子。3、9天的山头，寒风刺骨，河里都是厚厚的冰，娘就这样穿着单衣，拖着孱弱的身子出了门。临走前，她求奶奶给她抱一下弟弟，奶奶一个巴掌劈了过去，有产宫在，要你抱什么？等她出了月子，有的你抱的。娘虚弱的咬着唇，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想溜出去帮娘，却破天荒的被他们摁了下来，还把我踢到爹的屋子里，嘱咐我好好伺候他。产宫要是落下月子病，我要你好看。上一秒还拥着被子喝鸡汤的爹，这会似笑非笑的看着我。他说他刚生了孩子，肚子疼，叫我给他好好揉揉。我不敢靠近，他却一把把我的手放进了他的被窝里。我的好闺女，爹刚生完孩子，爹冷，快来替爹暖被窝。我尖叫着直接掀开被子，想跑出去，却发现门已经被奶奶锁上了。奶奶在外面骂我，你爹刚生了孩子，坐月子辛苦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明儿就把你卖了，便宜别人去。10来岁的小叔叔也在外面听我的笑话，嘻嘻，大侄女肉多，出来给我也摸摸。他是爷爷的老来得子，最得宠，喜欢烫我的头发，掀我的上衣，还脱我的底裤。相比较我爹，我更怕他。我哐哐砸门，吓得小弟弟直哭，奶奶只好把我放了出来，然后给了我2个大耳光子。白眼狼，跟你那娘一样，八竿子打不着个屁，心野了是吧？行，这就把你卖了。小弟弟手脚残疾，爷爷奶奶和爹打算现在就替他筹谋，他们打算先把我卖了，换点钱，替弟弟说个靠谱的娃娃亲，这样长大了才不愁被女的嫌弃，才能保证能娶上媳妇儿，田家的香火也就不会断了。在把我卖了之前，当然是要先让爹沾沾我的荤腥，毕竟他们没扔了我喂狼，我得先让爹沾沾我的荤腥，这样才算报答。之后他们应该还会卖了幺妹，再换取一笔彩礼存着。我原本应该算是家里的老二，但我们这儿还有摔头胎的风俗，所以我就成了老大。他们没扔了我这个女娃，一是为了能让家里有个干活的，二是希望我能招来弟弟。这不，我招来了，他们又要卖了我。我颤抖着摇头，求他们不要把我卖了。可他们今早已经收下了彩礼钱，对方是隔壁村40来岁的官夫，先头已经死了3个老婆。我看到他们拿了杀猪用的捆绳，一步步走向了我。绝望之中，我抢过边上的一把镰刀，发了疯似的胡乱砍着，夺门而出，终于逃了出来。外头开始下雪，我没穿鞋，冻得直哆嗦，想直接跑了，可心里又记挂着娘，便四处寻她。有婶子说看见她往神婆家跑去了，我赶紧找过去，神婆却说从没来过。我又在外面四处喊了好久都没有听到回应，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有好心的婶子帮着我一起找，终于在水库的边上，婶子看到了我娘的身影。我慌忙走进水库边，看见娘倒在雪地里，旁边就是湍急的河水，冰冷的水一阵阵拍打在娘的身上。她眼睛紧闭着，脸色和嘴唇白得吓人，简直好像死了一样。我拼命地喊她，她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看见我，她出乎意料地朝我笑了一下。我瞅着娘好像有些不对劲，却又说不上来缘由，只好快步去搀扶她，然后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。阿曼，娘不冷，你穿吧呀。娘又把衣裳给了我，我这才发现娘的裤子上全是血，上身全是泥巴，应该是不小心跌到什么地方。我摸摸她的手，也是冰得没有一丝的温度。娘却好像是丝毫不在意这些，她拉起我的手就要和我一起回家。我说爷奶要把我卖了，她却叫我安心，说这回定不会让我离开她。到了家里，奶奶一见她2手空空的回来，身后还拖着我，顿时大发雷霆，拿起笤帚就往她身上打。
娘露出一个瘆人的笑容来，娘，我带了肚肺和野鸡回来，给产公补身子呀。娘说着，真的掏出一刀肚肺和一只野鸡来，那肚肺还冒着热气，野鸡的血也还没流干净。在农村，这2样可都是好东西，一年难得吃一回。奶奶脸色一下子缓和了下来，不死心的又嘀咕了几句，抢过东西便去收拾。我拉了拉娘的衣裳，娘，刚刚我怎么没见？娘却不理我，自顾自的去洗了个澡，然后又转身进了爹的屋子。我听见他和爹说，你刚生了孩子，可不能吹风呀，得捂好被子。爹哼哼唧唧，骂他不中用，生了个残疾儿子，全家都被他拖累了。娘却直接嘤嘤的哭了起来，那声音好像村口还没嫁人的小芳姐姐。爹有几次想摸小芳姐姐的手，都被我看到了。房间里忽然安静了下来，紧接着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。我听得面红耳赤，奶奶在外面骂狗娘养的骚浪货，自己不怕死，还勾引我儿子，月子里能干这事儿吗？她一边骂一边摔盆。躲在房里吃糖的小叔叔也笑我，你娘是个骚浪货，你娘是个骚浪货，哈哈哈哈。奶奶宠溺地拍了一下他的肩，净学这些不中用的。娘却敞着椰铃打开了门，她一边娇羞地扣衣服，一边欣喜地说，娘，您不是怕你的乖孙以后娶不上媳妇儿吗？奶奶眼睛顿时刮向了我，是能咋地？阿曼这不卖了个好价钱吗？娘居然亲昵地去拉奶奶的手，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先前在外头算过了，月子里撒种，这能怀3个。你不用着急。奶奶不可置信地看向她的肚子，3个？你确定？3个男娃女娃？娘比划了一下，是啊，3个呢，1个男娃，2个女娃。娘不信就去问呀。奶奶狐疑地看了她好久，最后把盆一甩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，我告诉你，阿曼我卖定了，钱都收了，你别做梦了吧。说着，她把2个大鸡腿递给了小叔叔，然后端起一碗熬得雪白的肚肺汤，掀起帘子走进了爹的屋。哎呦我的，坐月子真苦，可别吹风啊，快把汤喝了吧。娘扣扣子的手顿了一下，又若无其事地起身干活。我却看到她的眼神像要吃人。没过几天，那老官夫就要来接人了。我哭了一夜，娘却也不安慰我，反而跟我说，阿曼你就哭吧，放声哭，想哭多久哭多久。娘也救不了我，我不怨恨她。第2天，我肿着核桃眼，被奶奶拿绳子绑住了手，锁在房间里。娘也被她支到了外头去干活。可我半天等不来人，我困得直接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家里正哭天抢地，奶奶像个疯婆子一样站在门口叉腰骂人，爷爷吧嗒吧嗒抽着水烟，屋里屋外围了好几层的乡亲。原来那老官夫不知道犯了什么浑，竟然摸到我小叔叔房里去了。小叔叔才10来岁，被那老官夫糟蹋了一阵，不知是疯了还是傻了，冲到外头裸着身子狂奔。爹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回来。奶奶骂完，一屁股坐地上嚎，这可让我们怎么做人哦。最后那老官夫啥钱也没要，灰溜溜走人。奶奶发完疯，把所有的火都撒在了我和妹妹身上。娘却一把拉住奶奶，娘别打了，这不怀上了。娘说怀上了，还怀了3个。奶奶瞪大了眼睛，不可能啊，这才生完几天啊。娘娇笑，不信的话，娘可以去看啊。说着，房间里传来我爹的哀嚎声。奶奶慌张地赶了过去，真的怀了3个，不过怀崽的不是娘，是爹。爹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娘一把按住他，别动啊，你还在坐月子呢，不能惊风，不能受寒，是吧？娘，他此刻笑着，脸色愈白，嘴唇愈红，吓得奶奶猛地向后退了好几步。爹想打他，可娘的力气这会大得出奇，把爹死死地摁在被子里，动也动不了。说话的功夫，爹的肚子好像又大了一圈，爹吓得直哆嗦，娘啊，这是啥呀？中邪了吧这是？娘又轻言轻语的安慰，你忘记了？前几天我们睡了呀，你可是产公，咱这次多生几个，我好好照顾你月子啊。奶奶跌跌撞撞去请村里的神婆，她一走，我就看见娘跟着悄无声息地出了门，再回来时好像又变了样。我努力地想，终于想起来，好像是变回了生娃第2天被赶出去干活的样。她还没踏进我家的院，就皱着眉头说家里遭鬼了，得赶紧做法。然后围着我爹的屋子转了好几圈，最后目光落在我爹的肚子上。小鬼进了肚子，得弄出来。爹一下子就急了，这怎么弄啊？神婆冷笑了一下，产公，你坐月子呢，怎么能起身？奶奶讪笑一下，把爹摁了回去，然后塞给神婆一把钞票，恨不得跪下来求他。神婆最后出了法子，往打胎药里加1两香灰，1两狗血，2两黄酒，2把爹的头发，对着家里的亡人磕3个头，再喝下去。爹又跳了起来，你要我喝打胎药？我一大老爷们儿喝什么打胎药？神婆又笑，月子都做了，喝点打胎药又怎么了？奶奶急忙去熬药，然后给爹喝下。爹恶心的差点吐出来。临走时，神婆交代，等到子时，小鬼们会出来找你们要米汤喝，你们把米汤准备好，记住，千万要屏住呼吸，不能让他们闻到味道，要是闻到了，他们可就不只是喝米汤了。他给了我爹一张黄符，说要紧时可以保命。爹紧紧地把符藏进怀里。神婆反复叮嘱，走时还多看了我娘一眼。到了晚上，奶奶早早地熬好了米汤，端进了爹的房里，放在炉子上煨着。她把我绑在房门口的门把手上，跟爹说，要是实在不行，就把米汤泼我身上，我一疼肯定叫出声。夜里，爹果然开始叫唤，他的肚子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，胀得他直抽泣。忽然，一股黑烟从他的肚脐眼里冒了出来，变成3缕，化成小婴儿的模样，直喊饿。一直躲在角落里没出声的奶奶凭着气，哆哆嗦嗦把炉子上的米汤端在手上，朝上举着。3缕黑烟闻到米香，争先恐后的跳了出来，往奶奶的手边挤过去。奶奶大概是想把小鬼往我那边引，竟然悄无声息的往门口挪着小步子。
突然，他绊倒了一个瓶子，瓶子咕噜噜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在房间里发出凄厉的回响。爹吓得大口倒吸一口气，奶奶想去阻止他，慌忙向床边迈了2步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3个小鬼忽然闻到了人的味道，像疯了一样撞向我爹。他们也不咬其他地方，而是拼了命地往我爹的怀里钻，去撕扯那胸口的肉。明明是几团摸不着的黑烟，但爹却疼得大喊起来。他在身上摸索着，然后掏出那张神婆给的黄符，小鬼嗖的一下子弹开，左看右看，最后又把视线转到了奶奶身上。奶奶骂了一句，然后打开门，把一直被绑在门口的我踢了进去。可奇怪得很，他们围着我转了又转，就是不往我身上凑，好像我身上有一层屏障一样。片刻，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奶奶。奶奶被撕扯的大喊，叫爹快想想办法。可爹被这景象吓坏了，又往床里缩了缩，死死拽着那张黄符。娘啊，只有一张符啊，你再忍忍，再忍忍，明儿我再去找神婆要一张啊。终于，那3个小鬼似乎是吃饱了，一下子消失不见。爹以为终于解决了，喜极而泣。可没过一炷香的时间，他的肚子又变大了，比白天的要大上好几圈。要命的是，那小鬼头竟然开始在肚子里头动了起来。爹的肚皮一会儿一个小鼓包，有时是小手掌印，有时是小脚丫子，清晰无比。这情景实在骇人的很。爹崩溃大哭，说神婆是骗子，说好的打胎了，怎么小鬼又来了？一阵冷风刮过，娘进来了。他温柔地摸摸爹的肚子，说不要紧张，胎动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等他们再长大些，这肚子就会被撑得像大西瓜，还会长裂纹呢。爹盯着一反常态的娘，突然一把推开他，破口大骂，都是你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你个臭娘们，自己生不出好货你来害我。话还没骂完呢，爹肚皮又大了一圈，撑得他喘不上气。他又掀开上衣，一看明明是隔着衣服撕扯的，可他胸口两边皆是血肉模糊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娘又笑着说，哎呀，喂奶都是这个样子，一开始都有点疼，没事的，习惯就好了。说着，他还把怀里的小弟弟送到了爹的身上，一脸慈爱地说，乖宝，快让爹抱抱，爹生你辛苦喽，喝奶的时候轻一点啊。小弟弟一离了娘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小嘴撅着，果真在爹的胸前找奶吃。那头，娘又把炉子加了新炭，替爹掖了掖被子，说不能着凉。爹满头大汗，却被娘诡异的样子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满身是伤的奶奶早就屁滚尿流的去请神婆了，可神婆拿瞧，早上才来。他一进爹的屋子，就哎呦哎呦的叹气，不得了了，你们怎么让小鬼吃到肉了？这下好了，得生出来了。神婆说，小鬼吃到了血肉，米汤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，现在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们生下来，然后再恭恭敬敬的请走。爹一下子就炸毛了，什么？难道我还要大肚子10个月？神婆慢悠悠地说，用不着，3天足矣。神婆说的没错，爹的肚子就跟吹气球一样，大得吓人，肚皮上都能清晰地看见血管。奶奶整日哭天抢地，骂我，骂娘，说娘是扫把星，不仅生了残疾儿子，还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，应该拖出去被烧死。娘无辜地问他，娘，我都能让他爹一下子怀上3个，你咋总说我是扫把星呢？奶奶只觉得他是疯了，又把目光转向我。他恶毒地说，这回该把我和幺妹一起卖了，给小叔叔在城里买个房子寻个营生。他都是被你们害的。我也想不通为什么，明明我啥都没做，咋就成我害的了？可自从小叔叔被老官夫糟蹋了，我爹又怀了鬼胎，我家就臭名远扬了，没人愿意买我俩。爷爷叹着气说，实在不行就把我俩卖给人牙子去，他们总会有办法。人牙子就是人贩子，进了人贩子的手，被卖到什么地方都有可能。我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，却看见娘也躲在篱笆后面偷听，眼神中是她从来没有过的坚韧与决绝。很快，爹要生了。夜里，全家人杜聚到了他的房里。他的肚子现在带得离奇，椭圆的，长长的往外伸，像个被人皮包裹住的大冬瓜。他不停地哀嚎，娘，这要从哪出来啊？奶奶搓手，要不我再去请神婆来。话还没说完呢，爹的肚子突然破了口子，哗啦啦的流了一地的血水。顿时，整个房间一阵腥臭味传来，让人作呕。爹疼得青筋暴露，但那个口子却不变大，只留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，依稀可以看见里头有黑乎乎的东西在不停地涌动。爷爷奶奶都被这情景吓得不敢动，只有娘在一旁不停地催爹，加把劲，使劲啊！我看到头了。爹又急又恼，又疼又怕，吼道，别看了，我嫌丢人。娘一把摁住他，哪个男人不生孩子啊？就你娇气，快躺好，再加把劲儿，实在不行我就要拿剪刀剪了。奶奶骂娘，你想害死我儿子啊？娘委屈地说，神婆说了，小鬼头喜欢吃血肉，这要是生不出来，赖在他肚子里，那可得了。奶奶咬着牙，无奈地劝我爹儿啊，媳妇说的有道理，快用点力，不让烂里头，可咋整啊？可爹越用力，那血洞就是不见变大。爹急了，朝娘吼，把他们拽出来，快点儿。娘犹豫了一下，问你确定吗？爹胡言乱语，骂他想要他死。娘又看向奶奶，奶奶一把推开他，自己上手。只是他的手刚伸进洞里去，就听见咔嚓一声，只剩个手腕了。然后就是嘎吱嘎吱的声音，那肚子里的鬼娃竟然生生的直接将奶奶的一只手给吃了。奶奶凄厉的喊了一声，疼得晕了过去。爷爷咽了咽口水，拿起剪刀递给我娘，快剪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娘莞尔一笑，朝爹点头，有点疼哦，你放心，我会缝好的，就是会留疤。爹本来已经疼得昏死过去，娘挤剪刀一来，又给他弄醒了。他鬼哭狼嚎，说了好些狠话，但是看到拖出来的3团黑乎乎、血肉模糊的肉团时，又两眼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家里没人敢去弄那3个东西，只有娘，她早就准备了小包被，把3个小肉团细心地包了起来，然后一脸慈爱地抱着哄着。
这情景说不上来的诡异。只有我知道，那3个小宝贝曾是娘准备给我大姐和另2个妹妹的，可惜她们一出生，大的被摔死了，小的直接被扔到水库里去了，没有用过一次这温暖的小宝贝。娘把3团腥臭的肉团子放到爹的怀里，对爹说：“生孩子辛苦了，你快看看，都是你生的，你得赶紧喂奶呀，我去给你熬汤。”爹脸色惨白，眼眶发黑，嗓子像个破锣，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：“疯了，疯了，这女的疯了。”忽然，包被里的肉团子动了一下，爹吓得把它们甩到了地上，肉团子在地上咕噜噜滚了几圈，像小婴儿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爷爷赶过来，不分油说，拿起铁锹狠狠几下，肉团子立刻化成了血水。爷爷又铲来锅灰撒了，铲出去埋到了后头山上。家里终于清静了。奶奶躺在床上，血流得太多，只剩一口气在。爷爷也被吓得不轻，一直躺在藤椅上，一直哼唧。爹也躺在床上，肚子上被娘缝了好多针，现在像个破了的气球，裹着厚被子，开着暖炉子，喝着热汤，鼓鼓的汗水流下来。他几次要掀被子，都被娘死死地摁住。哎呀，你现在可是产工，生娃多辛苦啊，可不许起来啊！爹没力地骂他，爷爷奶奶也说他是灾星上身，迟早要把家里弄垮。可如今家里只剩这一个劳动力当家，说什么做什么，只能由他。他又去外面弄了一刀腥臭的肚肺和野鸡，和上次的一模一样。只不过这次的补品，我觉得比上次的还要腥臭，味道也熟悉得很，好像是那3个刚刚被拍死的黑色肉团子的味道。娘自顾自地开始清洗、焯水、熬汤，家里顿时飘起一股怪异的味道。很快，娘又端着一大碗又浓又白的汤，里头翻滚着像肥肉一样的黏糊糊的东西。趁热喝，要多补补。娘喂给爹喝，爹连连后退，娘一只手摁住他的头，一只手直接把汤往他嘴里灌。爹被烫得满嘴泡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第二天，娘开始张罗着请司林来探望产工。她把大门敞开，笑容满面地迎接每一个乡亲。可乡亲们全都皱着眉头，笑得有些勉强。爹的房里是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。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掀开了爹的被子。哎呀，我家产工一下子生了3个，撕裂的有些大，伤口恢复的不好，乡亲们帮看看，这可咋整啊？顿时一股恶臭传来，大家凑上去看，爹的肚子的伤口里鼓鼓的像外流着血一样的东西。我知道那个东西叫恶露，是生产过后的女人才会有的。有个大爷教训娘，还不快给他擦一擦，这感染了怎么得了？娘又委屈上了，大叔公，他昨天才生完，今儿可不能碰水呀，受了寒那可咋整？爹急得使劲蹬被子，说他实在受不了了，求着娘给他擦身体洗澡。娘脸一拉，不行，坐月子不能洗澡，不能下床，更不能生气。婶子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乡亲们这会儿都有些惧怕我娘，只好纷纷点头说是。有个不明所以的叔伯问了一句，只见产工，不见娃，娃哪儿去了呢？奶奶喘着粗气走到房门口，破口大骂，我家没人生娃，都给我走，别想看我家的笑话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见一阵阵婴儿的哭声，这哭声一阵高过一阵，无比凄厉，又好像与一般的婴儿哭声有所不同。娘抱着小弟弟站在门边上，朝奶奶说，哎呀，娘，那3个小娃又哭了，你快去抱啊。奶奶忽然浑身颤抖起来，像见了鬼一样，惊恐地大喊，回来了，他们又回来了。爹也扯着他的破嗓子喊，娘，娘，他们好像在那屋。爷爷和奶奶立刻跑去看，我也跟了过去。只见那3个小肉团子又出现在了床上，他们没有脸，却能发出婴儿的哭声。奶奶瞪圆了眼睛，突然指着裹着他们的小宝贝哆嗦，是他们回来了，是他们回来了。平常爱看热闹的乡亲们早就吓得一哄而散。奶奶抄起箩筐，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抓起那3个小东西，跌跌撞撞往水库的方向跑。她边跑边念叨，没事没事，我再把他们送回去就好了，没事没事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爷爷的呼救声，奶奶掉水库里去了。虽然是寒冷的冬天，但水库的水流急得很，一掉下去，就算是捞上来，人也没用了。我看见娘抱着小弟弟站在大门口，嘴角扬起一丝苦涩的笑。她用极细的声音说，当初我的2个小娃也是被他扔进了水库呢。说着，她又轻声唱起歌来，宝宝乖乖，娘亲抱抱，宝宝亲亲，娘心疼你。我的鼻子酸酸的，擦了一把鼻涕。低头的时候，却猛然发现正日头下，娘亲居然不见影子，奶奶死了。爷爷趁我娘去抱小弟弟的功夫，偷摸去到我爹的房间。爹抱着爷爷痛哭流涕，说他再也不想坐月子了。爷爷忙不迭地答应，然后把我拽过来，要我替爹擦身子洗澡。我抗拒着不想去拿毛巾，爹却惊诧地喊了一声，哎，爹哎，我的肚子怎么长好了？我一看，爹的床上污秽遍地，被褥上尽是红的黑的粘稠物，臭气熏天。他的2条腿也开始溃烂，整个身上长满了红疹子和褥疮，估计是被热气和脏东西给熏的。只不过他早就顾不上这些了，因为他肚子上的洞确实是消失了，只是那洞周围留下一圈黑点点，仔细一看，好像是针脚一样的东西。爹骂骂咧咧，缝也不知道给我缝好一点，像个蜈蚣一样。我却觉得这一圈黑色的密密麻麻的东西好像是拉链。爹他起身跳了跳，又觉得自己好像没事了。他娘的，我就说这小鬼怎么能伤我？这不没事了吗？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跑到外面去。可娘已经不在了。我又跑到神婆家里去，神婆正摆弄着她的花花草草。我问神婆，我娘是不是早就死了？本来我没这么觉得，可这几天我细细想来，娘只对我和妹妹笑过，几时这样谄媚的对待爹了？奶奶清洗肚肺和野鸡的脏水里，我分明看见了里头奇形怪状的虫子和树叶。她的身上变得冰冷冰冷，嘴唇却鲜红，她还没有了影子，所以娘早就死了，在她被奶奶赶出去干活的第2天，死在了那个水库边上。
之后的娘是死去的大姐，2个妹妹，还有不甘心咽气的娘的魂魄，把娘的躯壳吊起了一口气，回到了家里。娘是想替自己和孩子们报仇。神婆听了我的话，笑了一下，递给我一朵颜色诡异的花。不止你娘，你爹也快死了呀。回去的时候，爹正在烧纸，他挤出几滴眼泪，对着奶奶的房间磕了几个头，说：娘啊，你也算是替儿子挡了灾了，以后巧莲再生崽，儿子可不敢再坐月子了，这月子害人。他突然抬起头来，恶狠狠地骂我：你娘呢？快把那个死贱人给我找回来，都是他害的我。话没说完呢，他哎呦了一声，捂着肚子满地打滚了起来。爷爷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指着他的肚子啊呀呀的叫。爹低头一看，肚子又和几天前一样，开始吹气球一样的变大。爹惨叫一声，爹坐在地上，一直说着不可能不可能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他肚子上一圈黑色的东西不是针脚留的疤，而是真的拉链。我不想再理会这些，回到房间，发现娘在弟弟的小床上留下了一个荷包，打开里头是一沓碎钞票，是娘留给我的。我抱起弟弟，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家。离开家没几天，我就听人说我爹的肚子自动打开了，又从里头掉出几个肉球，原来那真的是个拉链啊。我爹疯了，不想活了，直接跳进井里去了。偌大的院儿就只剩爷爷和小叔叔了，这一老一疯，日子可咋过呀？可不是嘛，他家有个大妮子把老小给带走了，你说说这多狠心。听说呀，都是那王神婆教唆的。然后人们又开始讨论起王神婆来，说她年轻时生了6个女儿，也就伺候了她男人6个空月子，到最后神经变得有些不正常起来，开始侍弄花草，练些奇门异术，身上是真的有些本事的，不让她男人一家子也不会相继死绝了。我想了想，娘生完弟弟，第2天出去干活的时候，肯定是先去过王神婆家了。那肚肺和野鸡应该也是王神婆给的吧？听完这些八卦家常，我抱着弟弟往村外的破庙走去。一个矮小干瘦的身影拦下了我。王神婆，小姑娘，你一个人带个奶娃子，你要往哪里走啊？王神婆伸出干瘦的手，笑眯眯地抱去弟弟。她的脸已经不像是做法时那样可不诡异，而是浮起慈祥的笑。愣着干啥？快跟我老婆子走。1个月后，我去水库边的坟前看望娘，扫干净坟包上的落叶，我把弟弟抱给娘看。娘，你看，弟弟不是残疾，他的病有的治，城里已经有福利院愿意收留我们了，而且王婆婆也会经常去看我们，您就放心吧。不远处的树林里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王神婆离开的脚步声。对面的水库里传来阵阵激流声，哗啦哗啦，好像是娘在回答我的话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知道了娘。